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：屠夫娶回一个丑女，土匪来借粮，跪地高喊：“胡奶奶饶命！”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牛二的屠夫，他生得五大三粗，性格暴躁，一直到40多岁还未娶亲。这日，镇上的媒婆王婶找到牛二，说是给他寻了一门亲事，女方是邻村的张翠花，虽然相貌丑陋，可干起活来却十分麻利。牛二老大不小了，便也答应了下来。新婚当晚，牛二喝得酩酊大醉，晃晃悠悠地进了洞房。他瞧见新娘张氏丑陋的模样，心中一阵厌恶，但想想自己年纪也大了，便也忍了下来。婚后，牛二发现妻子张氏性格温顺，将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，对自己也是照顾有加，便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丑妻。话说在镇外有一座山，叫做黑风山，山上有一伙土匪，匪首名叫郑虎，镇上的百姓都叫他郑老虎。自打牛二娶了张氏，这郑老虎就时常来骚扰，不是说缺衣就是少食，问牛二要这要那。牛二一个杀猪的，哪有什么钱财？开始他还给些碎银子，可时间一长，哪里还经得起这般敲诈？这日，郑老虎又带着几个土匪来到牛二家，他们此次竟然狮子大开口，问牛二要100石粮食。牛二心中虽是不满，可又不敢得罪这伙土匪，只能忍气吞声，想办法凑些粮食给他们。晚上，牛二在灯下长吁短叹。张氏瞧他愁眉不展，便轻声问道：“相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牛二便将郑老虎来要粮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最后他叹气道：“家中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？这不是逼人上吊吗？”张氏闻言却笑了起来，低声在牛二耳边嘀咕了几句。牛二听完眼睛一亮，可随后又暗淡了下来。这样做能行吗？他们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呀。张氏却道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保你明日能将他们吓走，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来了。”牛二虽然有些不信，可见妻子一脸认真的模样，便也点了点头。第二日一早，郑老虎便带着人马来到牛两家，他们嚷嚷着要见牛二。只见牛二慢悠悠地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在牛二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太太。但见这老太太虽然老态龙钟，可脸上却没有一丝皱纹。更奇怪的是，她手中还牵着一只斑斓大虎，那大虎的额头上竟然有一个醒目的王字。几个土匪一见这老虎，都吓得脸色惨白。郑老虎也暗自心惊，他抱拳道：“牛二兄弟。”这时牛二却不理他，径直走到老太太的身边，躬身道：“娘，就是他们问咱们家要100石粮食。”老太太点了点头，她轻喝一声，对着老虎指了指郑老虎。那老虎一声咆哮，作势欲扑，郑老虎和土匪吓得连连后退。他高喊道：“误会，误会，兄弟们缺粮，我也是没办法，这才来打扰，告辞，告辞了。”说罢，郑老虎带着一众土匪灰溜溜地逃走了。老太太对着老虎挥了挥手，那老虎便化作了一阵青烟消失了。老太太的身影也慢慢变得模糊起来，最后化作一道青烟钻进了屋内。原来这老太太是张氏的娘，早在3年前就病逝了，而她是个懂得一些法术的人，死后便一直守护在女儿身边。这次为了帮女婿解围，她特意现身，又借了山中虎精的虎威，吓退了郑老虎等人。经此一下，郑老虎回去后便生了一场大病。他躺在床上，忽然瞧见一个老太太走了进来，正是昨日所见的那个老太太。老太太走到他的床前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若再敢去骚扰
牛二一家，我便放虎咬你。”我说到做到，郑老虎吓得一哆嗦，连连称是，再也不敢去骚扰牛二一家了。没过多久，郑老虎的病就好了。他的病虽然好了，可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，他只要一听到虎字，就会吓得浑身发抖，甚至听到属虎的人说话，都会感到心惊胆战。黑风山的土匪见郑老虎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便一起商议，将他从首领的位置上赶了下去。从此，郑老虎便失踪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镇上的百姓都说是胡奶奶显灵，惩治了这个恶霸。牛二和张氏也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不过，张氏一直未能生育，牛二虽然有些遗憾，可也没有埋怨妻子，小两口的日子过得也算和美。这日，张氏到镇上去买东西，回来的时候却领回来一个年轻的女子。这女子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可却生得极美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虬蛴，齿如护膝，琴手峨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牛二不禁看呆了。张氏笑道：“相公，这是我在路边遇到的一个女子，她无家可归，我见她可怜，便将她领了回来，以后让她给咱们做个丫鬟吧。”牛二闻言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女子轻声道：“小女子名叫婉儿，多谢恩公和夫人收留。”说罢，她便盈盈拜了下去。自这日起，婉儿便在牛两家住了下来。她不仅人长得美，而且十分勤快，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张氏的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，家中的事情便都交给了婉儿去做。这日，婉儿正在院子里晒衣服，牛二从外头走了进来。他见左右无人，忽然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婉儿。婉儿吓得惊叫一声，待看清是牛二后，他才拍了拍胸脯，嗔道：“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坏人呢。”牛二闻言，顺势将婉儿搂得更紧了些，笑道：“婉儿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便喜欢上你了。你跟了我吧，以后我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”婉儿脸色微微一红，瞪了牛二一眼，假装生气地跑了开去。到了晚上，牛二躺在床上，对张氏道：“我想纳婉儿为妾，你看如何？”张氏闻言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正常，轻声道：“这是好事啊，过几日我便去与他说。”几日后，张氏便找到婉儿，与他说了纳妾的事情。婉儿听完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最后点了点头，算是应允了。新婚当晚，牛二大宴宾客，一直喝到了深夜，才醉醺醺地走进了洞房。他轻轻挑起了婉儿的红盖头，借着烛光，只见婉儿双眉修长，肤色如雪，宛如月宫仙子一般，美得不可方物。牛二不禁看呆了，他抱起婉儿便要向床上走去，可就在这时，婉儿却将他轻轻一推。别看婉儿弱不禁风，可这一推却将牛二推了一个趔趄。牛二正要发火，却见婉儿对着他嫣然一笑，柔声道：“官人，你急什么？妾身早晚都是你的人，先让妾身敬你一杯酒吧。”说罢，婉儿端过一杯酒，递到了牛二的唇边。牛二闻了闻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他也没有多想，便一饮而尽。婉儿又接连敬了几杯，牛二来者不拒，都一饮而尽。最后他只觉得头晕目眩，一头栽倒在了地上。第二日一早，牛二才悠悠醒转，他只觉得头痛欲裂，四下张望，却不见婉儿的踪影。这时张氏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你醒了，昨晚你喝得大醉，是婉儿将你扶到了这里。”牛二闻言，心中起疑，因为他明明记得昨晚是婉儿将他扶进了洞房，怎么又会在这里醒来？他正要开口询问，
却听张氏说道：“哦，对了，婉儿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说是她的一个远房表姐来了，她要去看望一下。”牛二虽然心中起疑，可又没有证据，加上宿醉未醒，头痛得厉害，便又躺下休息了。一连过了几日都不见婉儿回来，牛二坐不住了，便出门去寻找。他找了一日都不见婉儿的踪影，最后他又累又乏，便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。忽然他听到树上有异响，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蛇正盘踞在树上，吐着信子，冷冷地盯着他。牛二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逃。可那大蛇却忽然开口说了人话：“牛二，你好狠心啊！我为了嫁给你，不惜舍弃了100年的修为，化身为人，可你却联合你妻子害了我。如今我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你却想一走了之吗？”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牛二如遭雷击，他颤声道：“你是婉儿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大蛇冷笑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回去问问你的好妻子吧。她给我一个下了毒的苹果，我毫无防备，吃魔之后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哼，牛二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大蛇说罢，忽然张开了血盆大口，朝着牛二游了过去。牛二吓得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不知跑了多久，牛二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。他见大蛇没有追来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回想起大蛇的话，牛二越想越气，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家，质问张氏道：“婉儿究竟去了哪里？她是不是你害死的？你给她吃了什么毒苹果，她才会变成那样？”面对牛二的质问，张氏却显得十分平静。他叹息道：“你果然还是知道了。没错，婉儿的死确实与我有关，但你要知道，我那么做都是为了你。原来婉儿根本不是什么孤女，而是一只修行100年的蛇精。那日她在山中修炼，却被一个捉妖的道士发现，受了重伤，幸得张氏相救，才逃得一命。为了报答张氏的救命之恩，婉儿便化身为一个美貌的女子，来到牛两家，想要以身相许。可张氏却知道人妖殊途，婉儿和牛二是不可能长久的，于是他便劝说婉儿离开，可婉儿却坚持要留下来。张氏无奈，只好在苹果中下了毒，希望婉儿吃下后能够忘记前尘往事，重新回到山中修炼。可没想到，婉儿吃下毒苹果后，却并没有忘记一切，反而变成了半人半蛇的怪物。她心中充满了怨恨，认为是张氏和牛二联合害了她，所以才会去找牛二报复。听完张氏的讲述，牛二心中五味杂陈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他恨张氏吗？也许有一点吧，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惋惜。最后牛二长叹一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说再多也无济于事，只希望婉儿能够放下怨恨，重新回到山中修炼，早日得道成仙。”说罢，他转身走出了房间，只留下张氏一人黯然神伤。几年后，据说有人在山中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身着白衣，飘然若仙。有人猜测，那便是放下怨恨，重新修炼的婉儿。而牛二和张氏也一直在山中寻找着婉儿的踪迹，希望能够当面向她道歉，了却这段因果。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找到婉儿的下落。或许她真的已经放下了这段往事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而牛二和张氏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释怀了心中的愧疚和遗憾。时间流转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。在这几十年里，牛二和张氏一直相濡以沫，共同度过了许多风风雨雨。虽然他们没有再提起过婉儿的事情，但这段往事却始终留在他们的心底，
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天，牛二和张氏正在院中晒着太阳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牛二起身去开门，却见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门口，她身着白衣，清丽脱俗。牛二一愣，随即认出了这个女子正是当年失踪的婉儿。他激动地握住婉儿的手，道：“婉儿，是你吗？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婉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我，牛二哥哥，我回来是想和你们了结这段因果。”张氏也闻声走了出来，他看到婉儿后，顿时泪流满面，他紧紧抱住婉儿，哽咽道：“婉儿妹妹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做错了事情，害得你变成了那样。”婉儿轻轻拍了拍张氏的背，安慰道：“姐姐不要自责了，当年我也有错在先，想要强行介入你们的生活，现在我已经放下了怨恨和执念，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”听到这里，牛二和张氏都感到十分欣慰，他们知道这段几十年的恩怨纠葛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随后，三人坐在院中畅谈了许多往事和近况。当夜幕降临时，婉儿起身告别道：“牛二哥哥，姐姐保重身体，此生能够再次相见已是无憾了。”说罢，她化作一阵白烟，消失在了夜空中，只留下牛二和张氏站在院中，久久地望着天空发呆。几十年后，当两人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，他们仍然会时常想起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，以及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。宽容是一种美德，但同时它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很多时候，道理是道理，行动是行动，能为者必懂其理也，而知其理者却未必能行之。其实，宽容别人也是给自己的心灵让路。只有活在宽容的世界里，人才能奏出和谐的生命之歌。原谅不过是将伤痕悄悄掩埋，忘记才是最深刻彻底的宽容。宽容就是忘却，忘却昨日的是非，忘却别人先前对自己的无礼和冒犯。过去了，就让它真正成为过去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让大度能容的雅量，生活和煦的阳光，岂不更好？穿越于浮尘中，我们慢慢发觉，一些沉睡已久的纯真在逐步苏醒，一些诱惑你、纠缠你的欲壑正日趋剥离。以前不能宽恕的人与事，现在已经能够容忍与接纳；昨天还在抵触与抗拒，今天却懂得了释然与笑对。岁月如书，时间是药，教会我们许多无字的真理，治愈我们许多精神的顽疾，让我们身心俱安。于是，我们逐渐地学会了宽容，看穿但不说穿，该明白的明白，该装傻的时候大智若愚。很多事情，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必要的就不要说出来。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，对别人要宽容，能帮就帮，不要把人逼绝，记得给人留条后路，要有包容一切的胸怀。繁华过处，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回忆，也许不该沉迷于过去。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淡然才是最美的风景。总有一些情会成为曾经，也许不该执着于意念。来者珍惜，去者放下，惜缘才是最好的寄取。人生无常，自当且行且珍惜。宽容润滑了彼此的关系，消除了彼此的隔阂，扫清了彼此的顾忌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。宽容是一株新绿，洋溢着仁爱、生命与希望，让人在春意盎然间感受存在。宽容是一缕阳光，能照亮人们心中的黑暗。宽容是一滴清水，能抹去人们满腔的愤怒。学会放下，懂得宽容，人就这么一生，只有笑看人生，才能拥有海阔天空的心胸。佛说，苦非苦，乐非乐，
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。执于一念，将受困于一念，一念放下，会自在于心间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